大家好，欢迎来到银铃时光。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去超市买东西，在家里列好的购物清单想得好好的，结果到了那儿，手里拿着酱油，死活想不起来另外几样是什么。或者跟老朋友聊天，一个熟悉的演员名字就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急得直拍大腿。等聊完天了，他自己又冒出来了。很多人一碰到这种情况，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是老了，脑子生锈了，不中用了。我们是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记性越来越差，大脑的反应越来越慢？其实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完全不是这样。大脑的衰退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今天我就跟咱们银铃时光的朋友们分享3个不花钱、不费力的小习惯，帮助我们的大脑保持灵活，永不生锈。在讲方法之前，咱们先来理解一下大脑的工作原理。您可以把我们的大脑想象成一片茂密的森林，里面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就像森林里有千亿棵树。当我们每天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走同样的路去上班，用同样的方式做饭，按同样的顺序看新闻，就等于在森林里的某2棵树之间走出了一条小路。日复一日，这条路被踩成了水泥路，甚至是高速公路。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飞快，几乎不用思考，这就是惯性，也就是我们大脑的自动驾驶模式。这很省力，但代价是森林里其他广阔的区域，那些没被走过的未知地带，就渐渐长满了荒草，无人问津。我们的很多脑细胞其实都闲置了，而所谓记性变差，往往不是大脑真的老了，而是我们的生活太一成不变，大脑的森林里太久没有开辟新路了。幸运的是，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大脑拥有惊人的可塑性，无论什么年纪，只要给它新的刺激，它就能重新长出新的神经连接，让这片森林变得四通八达。那具体怎么做呢？第一个习惯就是刻意的为难一下自己，用您的非惯用手做点事。比如您习惯用右手刷牙，明天早上开始试试用左手。您会发现这个简单的动作突然变得很笨拙，需要您全神贯注才能完成。再比如试试用左手拿遥控器换台，用左手转一下门把手。这个别扭的过程恰恰是锻炼大脑的绝佳时机。因为当您做这些不熟悉的操作时，您是在强迫大脑调用那些不常用的，甚至在沉睡的脑区来协调工作。这就像给那些闲置的脑细胞做了一次激活体操，能非常有效地刺激大脑建立新的神经连接。第二个习惯是每天给自己的眼睛和双脚一点新风景，主动走一条新路。我们去买菜，去公园散步，总是习惯性地走最熟悉的那条路。从明天起，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故意绕个远，走一条没走过的小巷，或者坐公交车时，提前一站下车走回家。这个过程重点不只是走路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您的大脑需要处理全新的视觉信息，需要重新规划方向，需要留意陌生的环境。这对于我们大脑里负责记忆和导航的关键部位海马体是一次绝佳的锻炼。有研究发现，出租车司机的大脑海马体就比普通人更发达，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城市里探索不同的路线。第3个习惯听起来很有趣，叫学习一个没用的新技能。这里的没用是打引号的，它指的是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证或者向谁证明什么，纯粹就是因为好奇和好玩。比如花10分钟跟孙子孙女学一个简单的小魔术，找个手机 app 学着识别路边花草的名字，或者就学唱一首年轻时很喜欢但一直没学会的老歌。
学习新知识，特别是需要动手动脑的技能，是大脑最高级的健身运动。它能全面调动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理解力和协调能力。当您沉浸其中，完全忘记了时间，这种心流体验会促进大脑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快乐荷尔蒙，让学习本身变成一种享受，也让大脑更有活力。您看，让大脑保持年轻的秘诀，其实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用非惯用手做事，走一条新路，学习一个新技能，这3个小习惯的核心，都是在有意识地打破我们根深蒂固的自动驾驶模式。他们在温和地告诉我们的大脑，嘿，别总走老路了，起来活动一下，外面还有很多新奇好玩的事儿呢。真正的富养大脑，不是吃多少昂贵的保健品，而是给它多少新鲜的体验。当大脑不再依赖惯性，而是被好奇心驱动，主动地去观察、去思考、去尝试时，它就处在最活跃也最年轻的状态。年龄从来不是我们思维的边界，用一颗永不熄灭的好奇心去探索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您会惊喜地发现，我们的大脑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除了这3个方法，您还有什么保持大脑活力的独家秘诀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如果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启发，请给我们点个赞，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和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